哦，你们有什么想问我的可以聊啊？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想分享的想法挺多的，我有写我的感想嘛，发在那个剧场那儿，是挺疲惫的，真的是挺疲惫的，所以我这个戏拍完，我会歇一小阵子。与狼共舞我会去客串，我这个戏拍完，应该是我明天我就拍完了，然后后天就去与狼共舞，去申浩南他们那组，我会去客串一下。受 AI 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受 AI 的影响啊。AI 影响的不光是影视行业，影响的是全世界各行各业。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次大的变革。王道铁本帖，你觉得周晨自己茶吗？我当然不会觉得他茶，哪有人会觉得自己茶呢？我自己和周晨有什么相似不同的地方？我特别能共情周晨，他的所有行为我都谢谢大鳄鱼。我觉得他的核心还是来源于在这份感情当中的不自信嘛，这是整个故事矛盾的核心，因为他的不自信导致了那么多后面的那么多矛盾。和雨欣的那场哭戏演太好了。对，那天直播我也说了，那场戏，雨欣一上来给的情绪也很好，她帮助了我，把我也带到那个气氛里面。镜头往上调，你是说这样，还是说往上拿？这样是吧？原声与狼共枕，其实我跟那个与狼共枕的制片人也在聊这事儿，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去看找时间配一下。我也觉得，我更希望是原声。真爱就会导致不自信。哦，你刚还在看，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你等一下，那个有点快，我翻过来一下。私下做了哪些情绪细节功课？我会觉得不是私下做功课。首先呢，从我的角度，我拿到这样一个剧本，我以我理解的人物去呈现他，从呈现他的过程中去找跟自己相似的部分。点滑了 ，sorry， 点滑了。我在房间里面。好，我跟周晨有什么共同点？
我觉得，我其实就今天就坦开说吧，其实我也算了不说。我讲一个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我比较记忆深刻的几个点吧。一个是耳机线的那个情节点，我在自己看的时候很触动，我很心酸。第二个点是他弟弟打电话来，然后他重复着他弟弟说那几句话，说一见钟情，死去活来，非他不可。我觉得很甜的情话。其实不是因为耳机线的，是因为他不自信，那些东西就会变得敏感了，那些小东西会放大了。他们俩要是坦坦荡荡的爱情，我会觉得有个耳机线也没有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追求绝对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吗？说话一半。是有点当脸，我现在也有点当脸。我跟周晨，我会觉得这个周晨跟我30岁以前的相似点很多，在对待感情上，不光是对偷来的是一方面，第二个是我觉得是他的价值观决定的。大家等我一下，我去拿个外卖。等我一下。我是这么来理解的呀，就是他也讲过这样一段台词，就是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谈生意是交换，他生活中的所有行为，他就会把它等价为数字，会物化。那一个人凭什么喜欢我呢？他凭什么爱我呢？他要去计算这个，他会觉得他没有。所以这个我觉得陈乔未晚她比较巧妙的是其实女主一早就成长成了一个理想的伴侣，但是男主是有缺陷的，需要被女主带着成长。他是用男主的成长来讲这样一个故事。等一下啊，拿铁。我吃，聊完播一会儿再吃吧。我不喜欢边吃边聊。我再跟大家聊一个那个事情啊，就是最近有看到嘛，因为这次有一些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给我发很多私信过来，然后有各种担心，也有各种提出自己看法和想法的。然后我觉得是在我整体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的情况，我其实会觉得现在的状态还挺好的。
我是一个现在比较自洽的状态，我也不愿意被数据裹挟，也不愿意只被自己的工作裹挟。所以我知道大家的出发点是希望我能更好，但是现实的世界是一个更复杂的东西构成的，所以我挺好的，谢谢你们。好。我说几个比较直观的东西，比如说大家觉得，有说，比如说我流量没那么好，这个事情，我首先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当下的它就是没那么好，但是这个它不是一个。我们不能只为流量论，如果只为流量论，人是会很容易陷入焦虑的。你要不就陷入极度焦虑那种虚无感，要不你就会很狂妄，因为你流量好，你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流量不好，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维度。我有在很早期，因为我拍短剧很多年了嘛，我从23年开始拍嘛。因为这是围绕着我们一个绕不开的数字，在很早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会焦虑，但是很快我就有一小段焦虑的时间，然后逐渐会走出更多维度去看更多的东西，你可能评价的体系就希望更全一些。但是呢，数据确实又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所以大家能直接拿出来说，对吧？它就是一个很直观的，10就是比8大，8就是比6大。我接受大家的任何的言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的状态是挺好的，我也很享受现在的状态。所以不要担心我啊。我这段时间拍这么多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去年确实拍的很少，再一个现在 AI 的一个冲击吧，我也希望能多积累点作品。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不知道未来什么样，那现在能有机会多拍，我也愿意拍一些，就多想拍一些想拍的，但是如果我现在累了，我也会休息一阵，好不好？不可能。哦，关于城桥未晚，你们还有什么想聊？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比如说你们最喜欢的戏，最打动你们的是哪一场？看我的，你不该签约听花岛，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听花岛，我觉得我永远是感恩的呀，我没有听花岛，不会开启我现在的整个职业生涯呀。我觉得这个是走到哪儿我都必须要承认的事实，就是没有听花岛，确实没有我的职业生涯，所以我是很感恩的。不是隐忍人格，
还停留在家里加班。对，我有看到有人说，就是比如说，你们知道吗？就是今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关于 CP 感这个事情。其实 CP 感为什么说是个玄学啊？因为它取决于你之前看过什么，而不是取决于这两个人，取决于你之前的接受的信息是什么，这是占很大因素的。第二个呢是短剧行业，你比如刚开始的时候，那大家看谁都会看着很顺眼，看谁看着都会有 CP 感，因为是新鲜的嘛。那这个行业时间越来越长，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熵增的行为，熵增的一个变化，就是你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大家看到的越来越多，那你就越来越难去接受同样一个人新的东西。所以我理解这个。你比如你之前看是认识我，从跟姜时期开始拍霸总，如果是那个时期认识我，你会觉得可能我演农村戏会有点奇怪，演那种年代的会觉得演霸总好像是舒适圈。如果你先看的是家里家外，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我演现代的戏就有一点点怪。那如果你看的是比如说夜色将明，你看的是一张坏人的脸，那你演好人你觉得看着怎么都不习惯。如果你看的是 Eric， 那你就觉得这就是个模子哥，他现在就是在装正经，对不对？我眼睛可能今天晒久了，我们今天在草原上拍了一天，特别大的太阳，然后我觉得今天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天，真是我们这个叫信诺山河嘛，其实是红军，我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苦。今天真的是就在太阳底下暴晒，我们也没有躲的地儿。今天好多群演都吐了，晕的好几个，挺难的。这个短剧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一下，挺不容易的。我们去尽量的去追求真实。王帅导演本来我们拍这个草原的戏有很多处理方法，包括在棚里边拍，包括我们用 AI 或者用后期都可以做，但是后来选择了实拍，在这么大的酷暑底下，我们那么多人，模子哥，疲惫的感觉。我看一下啊。两个层面，你说那个会不会疲惫的感觉？第一个是从演员演戏当下拍摄角度，当然是觉得希望能演一些你是能发挥你的多面性的，发挥你的表演空间的。第二个层面是，其实工具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很努力之后，这个片子出来并不好，它传达的东西让观众也不喜欢，你也不喜欢。我是更倾向后者，就是我拍的东西，我在拍摄的时候体验感觉并不好，但是它上线之后观众有个很好的情绪体验，那我是个工具人，我也是觉得很值得。技术派还是体验派？我会觉得短剧演员一定是多面派的。我说的多面派是，如果你只是体验派的演员，你没有办法完成很多戏，因为时间还有一些戏剧是你没法体验的。就我以前讲过很夸张的那些设定，
我说我买下这栋别墅3000个亿，你怎么去体验？没法体验。你可以类似的体验。还有一些是它的戏剧的方式，你需要用一些肌肉的控制去完成，它反而是胜过你的体验。这是我最近感觉比较深的。就我最近拍戏，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钻研，可能某一场戏有一些点大家会一直去深挖，但是短剧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你挖的部分是什么？你有些地方东西你挖了，可能是花了很多时间，它可能就涨了1%，但你丢了剩下的50%的东西。所以你的用力气用在什么地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我再播个15分钟哈，家人们，播个15分钟我就吃饭了。今天收的比较早，就是跟大家聊会儿。老赵在拍呢，也在横店，他那天还来探我班了。我后天有可能去探他的班，我后天要去探班，我跟他直播好不好？跟他直播，让他给你们跳舞。有什么角色是你绝对不想演的？我觉得我什么样的角色不能演？就是他传达了一个我非常不认同的价值观的角色，我不能演这样的角色，包括这样的戏。接陈桥片子，接陈桥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这个主创团队看着就你注定要接，它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和体验嘛。但是我必须夸一下陈桥的导演，就是我们在拍完我看到后期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艳，他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很多。导演给我们的表演加了非常多的分。然后也用了非常多的心思，他无论是构图、审美、音乐，我都特别喜欢。杨洋导演牛逼。好，那个 KIKYOX 生日快乐。AI稍等啊，那个跳的有点快，我得跳回来看啊。有没有想法把哪部短剧改成舞台剧？这个不是我的工作范围啊，新九。如果有机会的话，张掖的问候。火鸟就开始背台词了，已经。
嗯，家人们还有什么关于陈桥的有想聊的吗？谢谢小白。你是小小，你是最喜欢74集是吧？就最后2个人表白那场。自己对向之南的看法，我对他没有看法呀。我对他没有看法呀。我会吃醋，我不希望他再缠着芝芝，但是我对他本身没有看法，因为他是喜欢芝芝的嘛，他是善意的。没有单没同，一心一意。好的，我一会儿找找啊。我努力去补配音，家人们，因为时间上特别紧，我也跟那个制片人商量，那天聊了，我也很希望是能够自己去配。说自己没那么重要那场，我记得呀，那场戏，所以陈桥其实我觉得是一部大家就是可以耐心看的一个戏，大家多给这个戏点耐心，也多帮我们安利，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让他们多点耐心，多看20分钟中就能看下去了，好不好？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人说觉得故事的节奏太慢了，太平了，但这是这个故事的属性啊。陈桥未晚它就这么一个故事，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故事里边，其实它是有很震撼人心的情绪、震撼人心的情感和那些细腻动人的东西的嘛。弟弟说比我年轻什么感受？我讲一个东西啊，就是我最近其实一直想吐槽的一个事情，就网上老有人说年龄这个事儿。我是短剧圈，整个短剧圈，年龄最大的男演员，因为我是88年的嘛，我今年38岁。但是呢，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年龄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去嘲笑它？这不是一个自然属性吗？我努力在做我这个年龄能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好嘲笑的？我从来没有隐瞒过我的年龄，也没有说过我觉得我，对吧？像不像38？那都是确实是，这是事实。但是网上我有看到有一些说，比如会拿年龄来嘲笑这个，这不是一个自然属性吗？大家都要变成这样吗？大家都要变到38、48、58、68吗？因为这个攻击其实不光是我啊，我为什么想说一声，是因为不光是我，其实我有看到有好多去嘲笑这个的，包括老赵，我其实是一直我挺想怼一下这个事儿的。
也没有不是说觉得年轻与否，就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一个年龄，就这个年龄我也很接受我这个年龄，我也接受我这个年龄大家的我能做的事情，对吧？我也在做我这个年龄做的事情。拍陈桥有什么好玩的花絮？有很多啊，就是大家我那天大家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就是我跟雨欣我们拍那个吻戏，每次拍完他就这样，我说是不是扎人？他说对，我就赶紧去剃。但是我又发现有一场戏，我那个剃须刀剃完之后，我就有时候他会有一些胡茬留在脸上，都没注意。我有一场戏，就是我在喂他吃虾的那场戏，我们说唯一嘛那场，我这儿还有好多胡渣留在那儿呢。哎呀，怪我太不小心了。包括刘晓旭也那么大，对啊，包括我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包括刘晓旭也是，大家说他能演出成熟的这种稳重感的，那不正说明他厉害吗？人才20多岁能演出一个看起来远超他年龄的稳重感，那不正说明人家是有能力的地方吗？因为你们知道这种成熟感，就是带给人可以幸福的成熟感，它不是装出来的，它一定是自己心里边把很多事情是捋明白了的，对吧？那说明刘晓旭是把很多事儿捋明白了的，所以人能够很成熟。行，家人们，我播到55啊，再播几分钟，吃饭了。周晨这个角色有什么细节自己加的？有很多啊。因为是这样，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杨洋导演不是那种会把我们限制得很死的那种导演，有剧本上的提示我们是特殊完成的，但是我们俩的那种，在大量的这种对白当中，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这些，他基本上都是不会去限制要求的，我们都是在那个沉浸到当下的那个情境，然后去演出来，然后他后期剪辑，根据我们的动作，根据我们的反应，然后去调的剪辑。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脚步移动啊，或者是手啊，这种可能是要求的，其他的都会给我们很大空间的。陈乔哪场戏有遗憾？目前没有，想不起来。行，好，那我就差不多下了哈，跟你们比心。然后大家帮我们多多安利一下陈乔未晚，多多推荐给你们身边的朋友。好，谢谢你们。哦，谢谢小白。好，那我下了。
拜拜。下了，